经芦笋。背要再凹一点。好恶屁股起来，屁股起来！不要，太恶了。哎，不是啊，我觉得要先拍一张经典的，我们3个人抬蔡依林啊。好，我们抬。那我掉下去怎么办？有可能。你是那个哦，妹死哦。哦，他妹死啊。他妹死没办法那个。妹死来啊。我有听过这个说法。老人都讲妹死啊。妈妈都这样讲。一妹死来啊，这下面意思啊。妹死是一团糟啊！对啊，阿姨说你这个一团糟啊，杀去了妹死啊，杀去了妹死啊，杀去了妹死啊！哇，你这样会血染大地。没有啊，他不，我们不能把它打掉。之前是从疫情期间就会培养一些兴趣，比如说开始会买一些植物来种，然后做菜，跟会在家里看一些风水，然后找财位啊什么的，去布置一下家里的方位。然后反正我就是会一边逛一边查，说这些花的一些功能。我查一下茉莉花。哦，他说茉莉花开花的时候花香味很浓，也是代表财富的意思。好，有一些植物是很有利于财位的这个生财，对，然后就会去买这些相应的植物放在相对应的位置。OK，这个多少钱150。那我要一盆。好。而且其实我平常有时候如果买植物回来，我会跟他们讲话，我就说哇，你有新朋友了，欢迎回家什么的，然后要好好相处哦。我早上会有前提的一些行政业务需要处理，然后我需要定时的看一下，跟确认这些事情有没有被如期发生。当然说一切的事情是有可能不会如期发生的，我这时候要做的是评估这个没有如期发生有多大的后果。其实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，因为蛮杂的，然后我对蛮多事情蛮有兴趣的，就是以一个音乐为出发点，但什么事情都接触得到，所以我其实这个工作做起来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因为可以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事物。音乐的事情我其实会摆到下午1点以后，然后这些杂事，它就是你不用太多脑，但是你又可以，你又必须要专心。我觉得是一个做音乐前的静心过程。
我会这样子看待啦。我其实是偏正面在看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可以在我 ready 好要去做最重要业务前，但我有一个小暖身。那边那2个，我希望你要练一下下。大咚咚咚，大咚咚跟那一个，这2个。哎，好在。刚喝墩子嘛。哎，我后壁用大鼓一支麦，啊2支迄小钢安尼收，很好听。真的。前提晚上那种。啊，你有咪吗？有啊，我就是看我最靠背的是 C D 去，来嘞，怎样？7个麦吧。来，好，来我先。我结束专场之后，比较常做的事情就是，因为其实还有孩子王要有一些计划在执行啊，然后因为刚搬家，就买什么生活用品之类的。因为我就是大乐迷啊，我就是很喜欢看那种可能国外乐团啊什么的，每个团会有它很强烈的风格，这样，所以我对这件事情还蛮着迷的，就包含说，你衣服穿怎么样啊，影像拍怎么样，这种事情我觉得，就我蛮喜欢想这种事情的啦。他们直播这一天失眠睡不着啊，看到那个拔蜡子阿强分享说正在直播啊，现在他们释出一个片段是那个鼓手的儿子跟 Foo Fighters 一起表演 My Hero， 还蛮感动的，因为他儿子打鼓跟他老爸一样，就全力这样敲这样，很帅。但是如果要仔细的去分析，可能一场秀啊什么的，可能我就会在家里看，就在家里用电脑放出来，然后可以做一些笔记这样啊。但是现在出来看，就是看看有什么东西，其实有点随机的这样看，对啊。当然，如果看到有兴趣了，我就是一定会回家的时候再看，做个笔记什么的，对，看有什么可以参考学习的这样。刚刚已经先买了牛奶，市场不会卖。我最喜欢的酱油李锦记，甜的。住在台北的家里的话，我就会几乎是会每天煮，每天都会煮饭。我可能会规划1个礼拜的食材要吃哪些东西。燕菜背包这30块，30哦。我觉得自己煮真的会比较好吃，然后很爽啊，就是我自己觉得煮菜很爽。它是我一个生活习惯的，就是我现在租房子一定是要有可以开火，因为其实你就很清楚自己的口味，然后你外食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，例如说吃到比较多蔬菜。哇，超甜，根本就是个甜点。团内负责的部分主要是音乐的制作与工程，例如说编曲啊，然后音乐作品的呈现啊，应该算是一种编曲法西斯吧。就是我平常人都很好啊，遇到编曲就会变比较急掰。我就是我要这样，我这边就是要这样子啊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这个东西要这样编呢？它的前因后果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我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，你听听看，你试试看嘛，大概是这样。我
我从小就是一个想要在舞台上表演的人，只是这个媒介是什么，我一直在找。然后我觉得有很关键，就是大学的时候在吉他社碰到很多，像现在孩子王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就大家是有一个写自己的歌的风气的。然后也开始听很多乐团之后，我也开始想要发一张自己的名片。他是先给我听他的创作第一首，好像是怪手，然后我觉得说，蛮喜欢这个写歌写得蛮好，这样就觉得说玩玩看这样，殊不知就玩到现在这样，早早就起床，家己也囥在眠床顶，带着全家大细。应该大约是2013还是14年表演的时候，很常遇到当时的蔡依林大乐队。那时候只有红茶跟依林，好像有一阵子是嘉庆。后来有一次去看蔡依林乐队在台南的演出之后，我们就去吃牛肉汤，然后他就在文章牛肉汤问我说要不要加入，我就觉得 OK， 因为那个时候的另外一个团没有要玩，我就觉得好啊，目前我觉得我可以符合，我就加入了。我们这次上去是主要是开会吧，还有什么呢？还要练团，然后可能讨论一下浪人祭要怎么呈现吧。浪人祭要搞一个大的啊，浪人祭很期待啊，因为今天也没事。对啊。对，就是有点从那个超级爆忙到现在有点要适应一下。不是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都是要出门前，我都会问自己说，真的要这样子吗？要这样子到什么时候？好累哦，就是还有2场什么的，一天2场。没有，但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每天都有保持在一个假设是韵律状态，运动，你每天都出门运动，然后很有朝气的这种状况，你其实假日演出不会累，就是平常太想要休息了。所以你现在出去就是不想上班的状态。曾经有一次，在那个基隆表演的时候，我就完全忘记有一段应该怎么弹这样，然后就当下真的是完了，然后团员也是很屌，也是直接用一个那种综艺那种铁丝玉林的方式把他直接救过去这样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对我影响很大，就是其实我那阵子。可能真的是有点压力太大，没有。可是我一上去就觉得很爽，就很嗨。对啊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平常在20，那你假日要吹到120，当然就会很累啊。所以你应该让自己的平常是60，然后就是把平均值。对，我觉得之前就是忙的时候都整个太忙，然后松又太松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之后。年底是太早了。我说，如果说下一张什么的，我觉得应该要把那个中间值抓出来。我一直都提出一个愿景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回来高雄。不一定是短期内，但是可能5年后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受惠于这个地方太多了。我是很想要说服大家搬来台北，因为红茶跟依林就说，如果他们搬来台北，他们会担心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好像牺牲光了。这一点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突破他们的。
对，我是非常非常处心积虑的要让他们搬来台北的人。此时此刻还是有这个念头？此时此刻，还是这个是之前的？此时此刻哦，我明年没有做作品的计划。对，所以有做作品再说。我们定期可能每一季或是半年会有一个，有点像是在分享彼此的感受，或是对于前提未来展望的一个会，就会喷啊，大家会喷，然后是可以协助我们调整前提的这个坐标航道。有时候有这个很不错，虽然说不一定真的能改变什么事情，可是可以比较直接的让大家知道各自在想什么。但如果是很常发生，我说没意见，但是其实表现得很不想要，那我就会觉得比较严重。就是不知道你是很累，还是你真的不想要。因为这有我觉得没有，因为我不想要给人那种被动攻击的感觉。可是我觉得造成今天这个问题的原因，是因为都不是他主动啊，别人我们提选项给他嘛，要不要这个，要不要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我都会希望以令先讲一些他能够提出一个第一版提案之类的，然后以令就是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，然后就变成我们要问，然后要求他做一些事情，然后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样，他就会配合，这个很有趣哦。他明明有一个，我觉得他一定有答案，可是他就没有讲出来，然后我们其他人就对他产生一些要求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如果先说你要什么的话，我们其他人可以辅佐你去，那也许我们可以怎么做？至少方向会不会差太多？现在变成是所有的人都在给你选项，说你要不要这个，不要，要不要那个，要不要？我知道了，我很多时候我要做了，我才知道我不要。他是这样。我明白，我们也都接受这个成分。过去1-2年，唐轩比较有主导性的在引导我们要去一个地方，然后所以当有一个类似哥哥型的人出现的时候，我们那种老妖性格就会很明显。唐轩渐渐会比较退一点，然后他也会表示说，接下来的阶段你们的意见是重要的，所以希望你们多发表，而且尤其是我，对，因为我是主唱，所以我们就在练习说，我平常习惯当老幺，那现在要我讲话，要我决定的时候，我要想什么，就是我在想什么，对，这件事情是过去比较不用想的，因为反正就有人带。怪手要不要跟他们对调？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就维持现在这样。蛮不错的，感觉很 OK 啊。恒春街2021直接紧接，让我再拥抱你，然后就直接切里边就进，可以试试看。然后再用那个专场的接法接水母标。OK。其实我们周5就会到马公了，对不对？周5晚上要吃什么？有没有计划？不知道。小卷啊，乌贼啊，还有什么鱿鱼啊，里面都有塑胶哦。对啊，太严重了，太可怕了！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地球超人，你看，火车便当。走了，回家，走了，你们回家，单独要剪一支 vlog。回家。厉害。狗杀吗？没有，主要是看要怎么带。而且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会，
很有默契的错开。可是润少比较太有个人特色，所以他通常都会自己站在中间。所以另外一个小弟或小妹我就要这样跑来跑去，会比较好。啊，你要记得先讲那个拍照，好，就是欢迎润少啊，我们就赶快紧接着我们跟他拍个照。然后我就会讲说为什么要找他的渊源。我可以讲渊源之后，你就可以跟他互动说啊，你刚刚安诺什么的这种。哦，我要本届的润少，我一定要讲这个。简单的弄一下，一定有没有办法在新春的时候，因为你没有弹琴，在你唱歌之前，先直接讲一段，讲一些东西这样。因为演唱会要好看，当然会每一段就说这里希望你多聊一点什么，或是说这里记得要宣传，或是什么什么。然后这种时候，我就会一直为这种 talking 所困扰。我觉得大家都在逼我，你叫我要讲什么，然后我一直在背稿，然后我又背不好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个背稿，够了。什么阵容啊，然后嫌东嫌西，我管你们嘞！今天晚上呢，我们都聚在这边了，就好好享受这个夜晚。我觉得让人机真的很屌。屌！这一次的阵容没有看过，因为我们自己很常在音乐季表演，其实很常就是很累。可是这次我竟然3天都很想。比预期中再占个2%吧。就是不要太占了，最占的要留在表演了。现在都可以蛮享受在表演的氛围里，也会期待，不会过度紧张，但是快要到的时候还是会很想要让它快点发生。但是演出其实大家都，我觉得越来越稳，越来越成熟了，也越来越可以真正的享受在音乐，然后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。我想要以球会友，我想要知道你接不接得到啊，我能不能也接到，你知道？老大精神。这样 I love you 啦，这样 I love you 好不好 ？I love you。帮我看上面。 I love you。怎么用？今天练团很开心，跟大家说声拜拜喽，人回休息。好。那节目要进入尾声了。祝大家可以活到让人记那一天，接着来。好，台南见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好，OK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去。OK，好。刚刚说不紧张，现在有点紧张了。真的哦，很假。什么？我觉得在那边等的时候会很容易那个紧张。是最棒的。是。我都考过驾照了。对，我是那个最难的难关都挺过了。没错。我是不是最棒的润少？是。我是不是？是。你绝对是最棒的。哎，他刚考过驾照哎，刚考过驾照，你也是最棒的，最棒的。如果要回家，我们准备上台啊！刚刚已经骑过了。哇，小声的 ，step back 啊，一样啊，一样 step back 小声的，好，1、2。step back。前提是从哪里来的？高雄。
我希望前提可以摇滚到80岁，就是可以一直表演到80岁，这个是最好的状态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得到他人的信任是很珍贵的。谁的？我觉得应该是团员们的。走到哪里，在我看待前提，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但是我希望前提可以做出4个人都完全问心无愧，而且4个人觉得我们4个都非常满意的作品。可能也不是一个很有天分的演出者，所以我都是每一次在调整、在出错。每个人思考的方式真的很不一样。我觉得我的根源是来自于自我价值的实现。老师，你 OK 吗？哎呦，好了，等我 Q 哦。5、6、7、8，胡蒙的声音。不错哎，那下一个，好啦，大家最爱的方博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动物？河马。我觉得它的体型很高，很像会去树上抓痒的熊。方博，你可以唱吗？哦，不错哦。哎呦，自己先开始了。哎，不错哎，来再来一段。熊，再来 solo 很帅的红茶，不知道他的声音长怎样哈。
的声音不太一样。Nice， 感觉会去那个好乐迪一点，周杰伦的那种。觉得我对于工作或是整个人生价值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命感。我觉得我玩乐团很重要的是，我身边的人，甚至是这个城市的人，可以以我为荣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。羡煞他人，正好情调，却只把空间留给自己。日子像船，摇摇晃晃。谢谢。外面在叫你唱礼物啊，不然你清唱2句啊。没有。清唱。要帮我清唱。我帮我们开哦。开！我帮我们共进爱茶谢谢你，你真是贴心 boy。只唱给你听哦。从衣服散播的形状观看自己，新的多来旧的不去，放弃多容易。有人好意，有人无心，我愿是看。